你为什么当律师？文文，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都怪我不应该让他去信这些，应该天天的嘱咐他外面世界多危险，要保护好自己才对。尽和他说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你就是个小公主。可是那些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了吗？我们今天也去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在悼念他，而且宿舍里也多了保安。这个世界人们的记忆时好时差，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大家淡忘，而且医学也会继续有新的生源的。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让正义缺席，不是吗？医学教育虽然设立了相关安全保护条例，但未按条例执行，未尽到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本院支持原告白慧兰、徐凯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医学教育对徐清文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医学教育赔偿原告白慧兰、徐凯龙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77万元，案件受理费17177.4元，由被告医学教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我说的没错吧？就在这儿呢。走，辛苦了。应该的。陈律师啊，我们想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这笔钱你们二位将来养老肯定是能用得上的。我相信文文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想给文文祈福，让医学教育正视自己的问题，
保护更多孩子的未来也是给付。是啊，你们再考虑考虑吧。徐律师，陈律师，就谢谢你们了。不用谢我们，替我们谢谢文文。再见。再见。走吧。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你不也一样？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跟你正式认亲了吗？我已经让田茂帮我去约他了。田茂，他可真是传话小能手。他是我爸爸最得意的徒弟，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的。豪姐，她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应该宋律师，您的快递，有您的快递。宋律师，恭喜啊！谢谢蒋律师。恭喜啊！当啷，许律师，你可太厉害了！这些机构只是觉得打不赢我们，所以才想加入我们。哦，对了，师傅，还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林广树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顺利处理了胜利集团的债权，他打算开2家新公司，也找我们做法律顾问，所以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近了。Yes， 只是2个教育机构的顾问费，我们离1000万的目标还差很远呢。总要有希望嘛。各位美女律师，哟，这不是宋大律师吗？恭喜啊，宋律师！宋律师心想事成啦。哎呀，低调低调，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哎，刘芳，别气馁，你要努力，你也可以。OK， 谢谢谢谢，终于说了句人话哈。哎，他当律师恨不得整个明堂都知道了。有一天我也可以。来了，妈。哎，小姐来啊！洋洋，快来看看，奶奶给你买的好吃的，喜欢吗？喜欢，我太伟大，伟大。您以后少买这些吧，他这个年纪吃这些容易发胖。胖什么胖？我们洋洋不胖，喜欢吗？好吃吗？好吃。您别再破费了，妈。给我孙女花钱缴什么破费啊？再说了，我办卡了。妈，您这卡多少钱一张办的呀？给我孙女花点钱，管他多少钱呢？炖排骨呢吧？我得去看看。你排骨啊，老掌握不好火候。别怕了，我。哎，这张卡奶奶多少钱办的？你知道吗？钱5万。上次我们一起去咖啡店，奶奶对这个卡特别感兴趣，据说每天可以送你杯免费咖啡。5万，这么贵？这算什么呀？一期卡要10万元呢。别吃了，过来。妈，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什么事儿啊？我这也是刚想起来，我的同事啊代理了几个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是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卡，说是这个卡不好，有问题。不会吧？我是最早的用户，现在一直用着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呀，就想请您帮忙回忆一下买这张卡的过程，还有现在使用卡的情况。您提供了这些情况呢，其他人就可以知道对比一下，这张卡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看您方便不方便啊？奶奶，你就帮一下我妈她同事嘛。行行行，
听你的。那你约个时间吧，我去跟他们说。哎，谢谢妈。洋洋，洗手，准备吃饭。哎，小冉啊，别走。我这办卡的事儿，你千万别跟裴然说。他走之前嘱咐我，千万别办卡。您心里这不是挺明白的吗？裴然都嘱咐您了，你还办这张卡？哎呀，你们就是想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啊？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就咱几个知道。这个咖啡店开在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大概开了3、4个月吧。周围的很多老姐们都在那儿办了卡，而且呀，每天都能领咖啡，而且呢，还能成为这个从爱汽车这个等值这个5万、10万的这个股东。所以呢，我就拥有了从爱汽车的5万块钱的股份，它有股票啊，什么红利什么都有，特别正规。阿姨，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呢？啊，这个就是他们从上周开始就没有免费领咖啡的了，他们告我这个汽车公司出了点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再通知。阿姨，那你在充值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汽车公司？了解了，他们店员拿那视频给我们看来着，说是一家专门研究全自动汽车的，就是那个汽车轱辘能够带那种转向自动停车的那种。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可以开车出门了。你想啊，像这种汽车公司，它当然赚钱了，所以我肯定买呀。那我这钱还能要回来吗？阿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帮你调查证据的。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我本来呢想帮衬他一下，你们千万别跟陈冉说啊。我们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您放心。我婆婆走了。你婆婆好像有些抗拒上庭哦。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她，她才愿意到律所来的。你为什么不亲自代理这个案子啊？我觉得比起我，她可能更愿意跟外人说说吧。毕竟她不愿意让裴然知道这件事情，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低头，你懂吧？但是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不是你的专长吗？哎，我婆婆这个人呢，她要面子，现在受了骗，她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吧？你真的太难了。还好，那就拜托你和宋律师了。放心吧。哎，怎么能劳烦我宋大律师干这种小事呢？泡咖啡这种小事儿，就让我们这种小律师来就行。都是一个律所的，再说了，律师不分大小。你可以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恭喜！可不是嘛，我来明堂1年半，我都快成小区大爷大妈的普法大使了，终于，我有机会上庭了。什么案子？让我做你的助手。有助手了。谁呀？谁把我的活给我抢了呀？杜谦。周小野。莫妮卡。不是，我把实习律师都说完了呀，还有谁啊？还有一个实习律师。那不就许律师？哎呦，你得把那层大活搬过来。小瞧我了不是？牛啊，兄弟！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不用了，够了。啊，那就这样吧。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胡萝卜。好的，我会告诉厨师派菜时不要放胡萝卜。啊，谢谢。谢谢。你也不吃胡萝卜？我对胡萝卜过敏。我也过敏。其实今天是我妈让我过来的，因为田茂跟她说你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能够帮到我爸。我这有一份资料，是当时联创集团准备上市时的一些审核资料，还有他们的财务报告，你可以看看。联创集团的商务开展总经理李一自首，他说曾经转账给爸爸，但是那是他个人的事，跟联创集团本身没有关系。所以你想查联创集团有没有2000万的不明款项流出？我是想知道这件事跟联创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李一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请慢一点。我听说田茂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吗？是说爸爸的账户并非是他本人所办理的。是的，那个账户是95年办理的，那个时候只要能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代办。所以，尽管有李毅这个人出现，如果检方能够采用这个证据，那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尝尝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那账户不是爸爸本人办理的话，会是谁啊？并且联创集团还知道有这个账户的存在。目前还在调查中。爸爸跟罗润年之间的合作是3年之前，按照时间线上推断，应该不是联创的人。不是联创的人，那就有可能是明堂的人，或者是身边人。我知道你在说谁。之前我也怀疑过我妈妈，但是我调查过，妈妈98年的时候，甚至连银行的基本业务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钱，我记得都是爸爸来掌管的。妈妈是在99年左右，才开始正式做投资，涉及银行业务的。抱歉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个人想法。我能理解。谢谢。哎，对了，李一的那个认罪视频是出现在田茂提交爸爸账户非本人的证据之后吗？是啊。那李一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只替罪羊啊。田茂递交了新证据，黄耀庆约谈罗太太到成泰。我听到罗太太说，她能够提供推翻爸爸不知情的证据。那就是说，罗太太很有可能许诺过李一什么？这个线索很重要。谢谢你。不用客气，这也是我的事儿。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啊，就是指写合同的人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获取好处。就比如说这次大家的这个咖啡厅协议里面不允许退卡，这就属于霸王条款啊。不过大家放心，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哎，宋律师，我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一下。哎，姐姐您说。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啊！您这么年轻，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会说话。你前面说的那个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哦，通常解释啊，就是指，比如说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没有消费的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就是这样。懂了。哎，宋律师，你这么优秀，一定结婚了吧？哦，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哎呦，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不结婚？姐姐，我真没结婚，不过我现在已经……我有个侄女，本科985，1.70米。哎，我这个照片你看看啊。姐姐，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但是我有女朋友了。哎呦，这个没结婚卡上单身，赵姐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能够牵线搭桥的，多学学也没有错呀。哎呀，有女朋友了，别再说正题了，问题的。徐律师，您结婚了吗？哎呦，我说赵姐，人家这儿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呢，你说你这保媒拉纤这毛病，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学法律也得生活呀，耽不耽误哈？哎，我看这两个律师长得都挺漂亮的，咱们大伙儿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你那侄女啊，到时候你让别人给找一个，这都不合适啊！都是你侄女，这，说这个我跟你说，你跟人家宋律师比你别高。许大律师，你的咖啡，谢谢。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解小能手肃然起敬、敬佩有加？你的家庭环境呢，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调解能力。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不是为我家庭条件创造的，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但我现在发现，搞定未来丈母娘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你也得努力。这个事儿你可别算上我。不过呢，今天你走运了。咖啡店的案子我会帮你。好啊，我们5-5分账。那怎么行？5-5分账我怎么养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说5-5了，2-8都可以。谁8谁2啊？你8我2呀，还算实心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看看吧，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合约上使用的签约公司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哟，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但是吧，作为调解小能手的我，也是第一次上庭嘛，还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的，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我可以帮你。好啊，没问题，证人交给我。把你那20%也给我。那我拭目以待。喂，妈，小冉，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跟我提，干嘛给佩然递小话啊？妈，你这是在说什么呢？我知道，你心疼那笔充值的钱，可我告诉你，这充值咖啡卡的钱那是我自己的钱，那是我给我孙女儿买的。我不像你们家人似的，一个个把钱攥着，谁都不给。赵女士，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众筹股东卡？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这不好不容易我们小区开了一家，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面额高达5万块钱，你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哎呦，我弄不懂他什么股份不股份。不过那店员说充值5万或者10万，每天送我1杯咖啡。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对吗？那不能我充了钱停止我正常消费吧？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你接受吗？我不要什么股份，不能卖我面包，赶紧退我钱。好的，审判长，我没问题了。钱女士，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没有。所以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咖啡店签约。哦，对，我从他们的 POS 机上刷的卡，我有刷卡证明的。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都有留下，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和宠爱汽车没有关系。好的，谢谢。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这是你的签名吗？是。合约上明确的写着，可以记名转让，不得退卡、换卡，且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只要留好这份合同，就可以以后按手续退钱。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合约上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不管是对于退卡换卡的规则，或是签约主体是众爱咨询，而非人人爱咖啡店，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那要这合同做什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告诉我刚才告诉你的话。难道以后买东西前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郑女士说，因为自己的孙女喜欢喝牛奶，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价值5万块钱的众筹股东卡。那么请问，这5万块钱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18元，我们就算它365天天天的喝，那一年下来也才6570元，至少得喝7.6年才能用完。审判长，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却硬是要说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原告，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我要是说了，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请据实回答。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他们的面包可好吃了。法官，我这么夸他们，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从而影响判决？安静。合议庭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那就好。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说？请问原告，你觉得从爱汽车会赚钱吗？我觉得会赚钱，店员说了，肯定赚钱。也就是说，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请回答是或否。否。怎么是否呢？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2个业务。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有从爱汽车呢，从而我那5万块钱的卡它就不会打水漂了。再说了，万一从爱汽车的股份真赚钱了，那我也可以帮衬我儿子，减轻我儿子的负担。法官，我买这卡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被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请看证据第5页，原告签署的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合约主体方是甲方及原告郑文娟，和乙方众爱咨询公司，和我方人人爱咖啡没有关系。证据第8页，我们带来了众爱众筹股东卡3方合作协议，由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和众爱咨询公司3方签订，规定了消费者充值的费用由我方收取后转交给从爱汽车，而用户使用众筹股东卡的消费
则由人人爱咖啡和从爱汽车每周结算一次，由从爱汽车支付给人人爱咖啡。第二，回到证据第5页，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第2条第2款明确指出，人人爱咖啡不受理退卡、换卡的业务。这些条约在消费者办卡时都有充分的告知。综上所述，我方作为众爱众筹股东卡的协办方，无理由承担活动主办方从爱汽车或是活动承办方众爱咨询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原告代理人，请看我方提供的证据第4页，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和从爱汽车一起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第3方公司，这本身就有规避责任的嫌疑。我方认为，我方法人代表在签署该合同之前，也不知道众爱咨询公司不存在，我方也是此事的受害者。被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审判长，我认为我们无需探讨被告是否知道众爱咨询公司的背景，因为此案的关键在于我方委托人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了众爱众筹股东卡，并且使用此卡在人人爱咖啡店进行了消费，这些都有人证和物证，可视为事实合同。关于退卡规定和签约标的物，人人爱咖啡店和客户之间存在分歧，应按照合同法第39、40、41条规定，格式解释合同出现分歧时，应以消费者的理解为解释，而不是以提供格式的一方理解为解释。原告主张的解释是什么？我方主张的解释是，从消费者的理解，此合约主要签署的标的物是5万元购买的众筹股东卡，可以在静海市内人人爱咖啡店各家门店进行消费。从爱汽车的股份只是附件，作为赠品。而人人爱咖啡店现在禁止消费者在门店内使用充值卡进行消费，那就应该把充值卡内的余额归还给消费者。大家听我说，今天你们必须给个说法，必须退卡。我们要退卡了，你们就不认账了，你们的诚信在哪里？我知道你们说话。被告代理人的解释呢？我方不是合约的签署方，对合约没有解释。原告已经建立了消费者与被告之间有事实合同关系。你们这几家公司取名为人人爱、从爱、众爱，确实对消费者来说很容易混淆。我建议你说明清楚被告对合约的解释。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在人人爱咖啡消费的产品和免费的咖啡都是购买汽车股份带来的赠品。人人爱咖啡受雇于从爱汽车进行服务，现在合同终止，我方对原告的服务也终止，原告应找从爱汽车进行索赔。双方有调解的意愿吗？没有，我方没有调解意愿，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本案择日宣判，现在休庭。等人呢，徐律师。刚打怎么样？了不起，许律师教的好呀。证据在第5页。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中场奖励。宋律师是不是有点飘了呀？现在法官还没有宣判呢，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早了？这话听着有点酸呢。许律师作为我的副手上庭，目睹我的光辉风采，是不是有压力啊？压力好大哟。宋律师的结案陈词写完了，我在写我的结案陈词啊。你呢？你在干嘛？惊天大秘密。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我算是发现了，跟你在一起工作啊，特别容易分心。
为什么会分享？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啊？听不清。经合议庭决议，下面对原告郑文娟与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判决。全体起立。合同法存在的一大部分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被告制定不平等合约，逃避自身责任，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证据确凿。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应退还原告众筹股东卡里余额47825元，并支付案件受理费9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今天紧张死我了，我结婚都没这么紧张。人都说商场如战场，我没想到这法场也差不到哪儿去。阿姨，你可太幽默了，法场都出来了，咱们也不是去看人砍头的呀。要我说呀，多亏两位律师帮我们伸张正义打官司，要不然我的后半辈子在我儿子媳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那不是我应该做的，那可是我们全部退休金，如果要不回来，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宋律师、许律师，一会儿我们几个阿姨请你们2个人吃个便饭，千万别推辞，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别，太客气了，姐姐，这都我们应该做的。哎，许律师，你来看看我这2个侄子怎么样？哎呀，我还有几个亲戚的儿子排队呢。哎，姐姐们，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烦许律师，放着我来就行了。你还有这个癖好啊？是我所迫呀。阿姨，我可以去相亲的，不过呢，要答应我几个条件：要善良，然后还要有上进心，最重要的呢，要颜值高，最好还要经常去健身。哎，健身好啊，气杠杠的。就是我觉得呀，这么大年纪宋律师和许律师你们2个人这挺般配的。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果然需要这么多伟大的女性。你别在这挑衅啊！宋律师艳福不浅，我这是带有褒义的事实描述，我没有挑衅。我说你这小伙子，阿姨，不用理他。官司打输了，就因为你嘴臭，没素质。难怪帮骗子公司打官司，一触即合。就是什么黑心钱你都挣，怎么能这么做？阿姨们，谁还不是拿钱办事儿？你们自己贪心被人家给骗了，你还说我没素质？他们说咱们没素质，小子欠揍。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们，跟你们打一场官司，净挣8000块钱代理费。哎呀，你说什么？阿姨，没事。哎呀，放开我！好了，阿姨，阿姨，没事，别冲动。我小心，阿姨。好了，别冲了。据现场目击的围观群众表示，2位发生争执的当事人均为律师，刚刚结束一场审判，胜诉的大型律所律师得理不饶人，推搡该名律师，并且允许当事人恶意围攻。本台将持续跟进事件。李主任，当时在法院和原告告别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的律师，对方律师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导致几位阿姨的情绪比较激动，就和对方拉扯起来了。宋律师是为了保护其中一位阿姨才碰倒了对方的。对方被推倒，很可能会对你提出诉讼。对了，律师协会针对这件事，这几天会派人来所里调查，你们就积极配合，但不要影响正常工作。这事情真的不能怪宋律师的。这个视频是截取于当时现场的汽车行车记录仪。师傅，我接受律协调查。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俩。
对不起啊，师傅，陈主任出事以后，大家为了名堂和稳住客户操劳这么多，我还得……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冲动过。走。师傅，但这的确是一个出格的事情。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看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完全适应。我错了，师傅。回去反省一下。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冲动是大忌，早晚会出更大的差错。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我会检讨的，师傅。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这是为了防止舆论的发酵，也是为了你。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啊。晚上下班，一会儿过来上我这吃饭来。哦，知道了妈，我下了班就过去啊。嗯，哎，再见。我婆婆的案子，谢谢你和宋律师。看来你和你婆婆的关系有改善啊。啊，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那就好。哎，我现在想想婆媳关系就觉得麻烦死了。诶，好像听说这个案子，宋律师受到了影响，对吗？是啊。希望只是小作惩戒吧，毕竟对方也有做错的地方。Falling to the sunset， 随光走远，所谓世界。